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神？如果没有，为什么这么多世界顶级科学家都是有神论者？最离奇的是，国内一知名教授竟然在一次超自然实验中意外发现了神灵的存在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不成科学的尽头真的是神学吗？新来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带您了解更多精彩内容。加拿大天文学家罗斯博士曾是坚定的进化论支持者，然而经过一系列科学发现后，他开始相信宇宙中一定有一位神奇的造物主。为何他会出现这样的变化，我们不得而知，但他给世人提出的观点却让无数人深思。罗斯博士表示，如果宇宙没有现在这么大，不会有地球行星，不管是宇宙放大一些还是缩小一些，都不会有生命，这是一个精确的尺寸。很多人对精确尺寸感到不解，他解释说，根据物理学定律，宇宙质量是在不断微调的，暗能量则需要更多的微调。正是在这些精细的微调中，才出现了地球以及地球上的生命。就像人类需要94种科学元素才能生存，人类的身体是由22种元素组成，这些元素的比例也是非常精细的，过多或过少都无法健康存在，甚至无法形成生命。这些无数精细的设计让他相信一定会有一位精确的造物主，他就是宇宙的神。罗斯博士其实是通过结果逆推来证明这个世界上有神的存在，不过有人更进一步，他直接通过实验来证明神灵存在。这位奇人就是来自台湾大学的校长李嗣涔。李嗣涔祖籍河南济源，1952年在台湾出生，是电机工程学学者，是国际电机电子工程学会会士。他早期也是一位坚定的无神论者，在美国留学期间，有人希望他加入基督教，他不为所动，并表示，你把神带到我面前，我就相信他真的存在。在毕业之后，李嗣涔开始从事非晶硅太阳电池的研发，不过没几年他就被台湾老家催促回家。回家之后，李嗣涔开始担任台大电机系副教授，但同时也得到了一个特殊的任务，那就是研究气功和特异功能。李嗣涔对于这些事情也是不屑一顾的，但领导安排的任务他也无法拒绝，只能硬着头皮接下。其实他被安排这个任务也是有历史背景的，当时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在研究特异功能，希望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，帮助他们赢得争霸的战争。而大陆也开始在相关领域进行研究，并成立507所，专门负责招揽全国异能人才，比如耳朵识字、隔空取物等等。这些异能人士都曾登上报纸，被全国人民热议。台湾省当时受到影响，也开始研究异能，还将这份重任交给了李嗣涔。李嗣涔最初的确是不屑一顾，只想应付了事。然而一次北京行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观念，开始全心全意投入到特异功能的研究之中，并最终成为有神论的忠实粉丝。李嗣涔在北京究竟看到了什么呢？一次科学实验竟然发现了连通神灵的办法，而这一神迹竟然就在国内多位大学教授的眼前发生，难不成神灵真的存在吗？台湾大学校长李嗣涔曾赴北京参加一次学术讨论会议，这次会议的议题主要是关于气功和特异功能。原本李嗣涔想要当面拆穿气功的谎言，但在看到张宝胜隔空抖药的演示后，李嗣涔却震惊地说不出话来。他完全无法理解，在没有任何接触、没有任何外物辅助的情况下，张宝胜是如何隔空抖药的。这番见闻让他开始相信气功和特异功能是真实存在的。回到台湾后，李嗣涔开始了长达数十年的人体研究，并有了自己一套关于气的理论。李嗣涔认为，每个人的身体周围都有气，所谓的气功就是一种利用和运行气的方法。一些人通过某种修炼方法将气吸收到自身，并通过经络散发出来，就有了特异功能。比如耳朵识字、手指识字，就是将气凝结于耳朵和手指，来辨认纸上到底是什么字。为了更好验证气的存在，培养特异功能人才，他开设了特异功能培训班，征召14岁以下的青少年进行关于气的修炼。在1999年8月26日下午，来自国内各大知名大学的教授和心理学家齐聚台湾大学，想要见识一些李嗣涔培养出来的特异功能天才。这些教授和学者大多应该也是不相信特异功能可以训练出来的，所以他们想拆穿李嗣涔的骗局。然而在实验中，一个名叫高桥舞的小女孩让他们彻底震惊了。当时高桥舞展示的是手指识字
字的特异功能，由教授们在锡箔纸上写一个字，放入一个密封的布袋中，高桥武则将手指伸进去，辨认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教授和学者们不断提升难度，比如将纸片揉成一团，或者折叠多次，又或者直接撕成几片。但不论他们如何设置障碍，高桥武都能准确识别上面的文字。要知道，这些物品都是教授们自己准备的，李嗣岑一方不可能做手脚。难道这特异功能真的可以后天培训？一行人还不死心，于是一位教授又写下了一个字，让高桥武辨认。没想到这一次高桥武的答案出了意外。高桥武在摸到这个字的时候，他告诉人们，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字，而是一个人。这个人身上充满亮光，正对着他露出充满善意的笑容。教授们听到这里都感觉很奇怪，难道高桥武这次摸不出是什么字，在信口开河？但写字的那位教授却彻底震惊了，因为他所写出的字正是一个佛字。高桥武所描述的不正是一尊大佛吗？当人们把字公布出来的时候，全场都震惊了，连李嗣岑也呆立当场，因为他们从未遇到过这种情况。明明是用手指辨认文字，为何会辨认出佛的样子？李嗣岑立刻察觉到，这背后一定有不一样的规律。果然，经过他后续试验论证后，他发现这个世界或许真的有神灵存在。神灵真的存在吗？这两个科学实验告诉人们，或许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主导这个世界，它可能就是宇宙的神。到底是什么样的实验，竟然与神学有了联系呢？前面提到一个名为高桥武的小女孩，通过手指识字，竟然看到了真正的佛。李嗣岑认为，这或许与纸上面的字有关，毕竟别的字都很正常，为何写到佛就会看到佛呢？所以他马上对此展开研究。无数次试验后，他发现，无论是英文还是中文，甚至是希伯来文，只要你写的是某个神灵，他就能看到另一个世界。无论是莲花生大士，还是观音菩萨，又或者是二臂黑袍金刚，高桥武都可以看到异象。这种异象，李嗣岑将其称为灵界信息场。除了神灵，李嗣岑还测试了一个特殊的字。在看到这个字后，高桥武身体变得极度虚弱，整天都浑浑噩噩，提不起精神。因为这个特殊的字是鬼字。高桥武表示，他看到一个黑影挡在眼前，让他双目眩晕，有恶心呕吐的感觉。李嗣岑看到后，当即表示以后不许任何人轻易去测试负面文字。之后，李嗣岑还让高桥武感受了耶稣。高桥武表示看到了发光的十字架。当时他被兽医问十字架，人类何时才能见到外星人？十字架给出的回答是：你们已经见到了。其实不只是高桥武，很多修炼器的奇人异事都能连接到灵界信息场。所以李嗣岑认为，古代那些大能圣贤也修炼器，或许他们也曾接触另一个世界，而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和境界，可能都是得到另一个世界的指引。高桥武只是因为气不够，才需要媒介进入，而那些大能或许只是一个心意，就能与神灵相通了。当然，这一切只是李嗣岑的观点。其实高桥武手指识字也有很多漏洞，甚至被人抓到作弊。所以手指识字这种特异功能究竟存不存在，还要大家辩证去看待。不过另一个实验就真的让无数科学家摸不着头脑。这个实验是为了证明光的特性，它到底是粒子形成直线传播，还是以连续不断的波向前传播呢？为了证明这一点，科学家设计了一个光源，使其穿透一个有2条竖缝的纸板，并投射到墙上。最开始科学家射出一束光，这束光投射到墙上，出现一排明暗条纹，这证明光具有波的特性。后来科学家将光子一粒一粒发射出去，结果还是出现了干涉条纹。科学家很奇怪，一粒光子是如何同时穿过2条缝隙，并和自己干涉的呢？为了研究出这个问题，科学家在纸板后面安排了一台摄像机来观察。结果惊人的一幕出现了，双缝干涉条纹消失了。科学家们重复了很多次，他们发现只要有摄像机，条纹就会消失；只要没有摄像机，条纹就会出现。问题是，摄像机只是静静的观察，什么也没有做，为何会影响到结果呢？要知道，摄像机是在纸板后面，光子不可能是在看到有摄像机后再选择是暗波传播还是暗力传播。这个问题让科学家们纠结了很久，最终他们做出妥协。一部分科学家认为这个世界一定是有神灵存在，他们在用某种方法蒙住世人的眼睛；另一部分科学家则以自己仅有的认知创造出量子纠缠的解释，希望以此维持科学体系不崩塌。然而世界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？或许是看你最终相信什么吧。看到这里，您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。